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战斗原始人。开场一段剧情，部落的女性都被抓走了，咱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她们抢回来。但是对面这个部落明显是饥不择食啊，这种拖不动的呢，他也要抓。游戏的1P 和2P分别叫做乔和麦克，虽然是原始人，但是他们也有名字啊。这款游戏几年之前我录制过世嘉 MD 的版本，但是街机版的元素更加多一些。比如说我现在吃到了一个辣椒，现在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。弹里一般都有道具，是各种的攻击武器，或者呢是一只龙，这个龙不要碰。BOSS 出场，咱们都会有一个惊讶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会打断你的蓄力状态。我被石头砸了一下，结果这个人物就扁了。从下方就是 BOSS 的血量。这个霸王龙呢，是第一关的 BOSS， 所以说是给玩家练手的。好的，把这个妹子救下来了。咱们现在掉了血，她可以给咱们补血。讲道理啊，不是应该掉血吗？第二关，弹里的攻击道具一般都有随机的要素，它不一定给你什么，但是一些固定的地点会给你固定的。游戏当中呢，有几种比较好用的。我记着这个电鳗我清了一下，怎么又电到我了？第二关的 BOSS。食人花，我蓄力蓄过了，所以说呢，进入了疲劳状态。这个食人花把嘴放下来的时候，不抬头的时候，咱们才可以打到它。攻击方式也比较单调，就是吐这个小的食人花，然后呢，用它的藤蔓来抽咱们。他已经挂了，还在攻击。我又救下来一个，两个了吧？两个没关系啊，顶得住。这里呢，咱们需要选择一条分支路线。如果时间长咱们不去选的话，它也会自动让咱们进入 A 路线的。这个后面分支的时候可以试一下。这里的 A 路线需要面对很多的蜜蜂，把这个蜂巢打下来，打下来之后在下面会炸掉。辣椒酱吃了之后也无敌，不错呀，烧掉了2个蜂巢。这个游戏整体的难度还是不高。而且每关过关之后都会把咱们的血补满。但是有一点啊，咱们在不断前进的过程当中，体力是往下掉的。这一点有点像冒险岛系列，但是它掉血的速度呢，比冒险岛要稍微慢一点。这关 BOSS 是一个翼龙，这个翼龙就是打它一下，然后跳一次。但是啊，咱们如果靠近屏幕的边缘了，就没有时间反应了。刚打到它，它就会窜过来，所以说稍微往中间站一下吧。这个大石球好像是当年在世嘉 MD 的版本我最喜欢用的武器，但是街机版呢有很多神器。这个不错呀，3个了吧，是吧？咱们数着点啊，3个。这关比较好打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强制的卷轴。很多小伙伴如果打速通的话，这关就是噩梦了，赶不出时间。
香蕉皮这个东西我不敢捡啊，没准还把我滑倒了呢。电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道具，有一些比较硬的敌人，电一次伤害也非常高。刚刚好像吃到了一个寿司。小的时候很多东西根本不认识啊，什么寿司啊、披萨呀。这个小恐龙，使用电的话2、3下就能打倒。如果普通的武器需要打很多次，或者蓄力攻击2次才可以。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呢不是一只，是很多只。蹲一个点，然后在这攻击就可以了。注意攻击的节奏。好，打完就出来4个了。我能行啊，肯定是可以的。我要打10个。这里的分支呢，咱们就不走过去，看一下，它是自动选择的，直接就进入下一关了。这关是一个飞行的关卡，咱们要抓着这只翼龙。我记着水果有大的，补血的道具竟然有大蒜、汉堡。草莓。给了好大的一块肉排。刚刚屏幕左上角那个道具也比较好用，而且它有一定的跟踪效果。但是后面呢，咱们还会捡到，这里我就先用这个电了。还有冰淇淋就过分了，鱼子酱，好大的苹果呀！这种大号的道具呢，加的血比较多。哦，这种怪是恐鸟吧？身上有羽毛。BOSS 呢是一只水龙。好了，它要换边了。又再次下潜。哦，换攻击方式了。这次呢，它应该是吐这些鱼。这种食人鱼是咬不到我的，但是啊，猜边的话比较难。哦，这次它又跑不到左边去了，我以为它要换到右边，被它坑了呀。搞偷袭啊，没实力啊。我好像每一关都掉血。我主要是水平不行啊，不是为了最后加血的这个环节。就出5个了，5个呀！可以说越到后面的关卡越难，因为体力不济了。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奖命。需要在这个平台上最低点的位置跳跃一下。好了，拿到。但这个游戏奖命我觉得没什么大用啊，因为如果你能通关的话，大概1条命也就通了；不能通关的话，多少条命也不够啊。
我捡到了把自己扔出去这一招。这招看着就喜感啊，它是有一定的跟踪效果的，尤其是在地面扔的时候，空中扔呢就直接往前飞了，还会跳坑。好，上一关打了一只水龙，这关呢是赤甲兽，被赤甲兽给压扁了呀。赤甲兽是什么呢？玩过怪物猎人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。哎，这个货怎么尾巴展开了还能抽到人啊？我这下吃亏了呀。那下面还有一个 BOSS 战，是一只猛犸象。这个象呢，它是有弱点的，而且有攻击它的时机。如果了解的小伙伴可能觉得好打，不了解呢就比较难了。好的出现，它的牙和鼻子都能拆下来，但是弱点啊在眼睛这个位置，它睁着眼睛的时候才能打到它。掉了一个牙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是游戏的剧情啊，捕猎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。好，差不多了。猛犸象比较有威胁的一招呢，是用鼻子在地面捡石头那招，最后还碰了我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又能加血了，6个了。第5关。这关看起来是恐龙的墓地啊，好多的骨架。这里呢，咱们现在的道具就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了，它有自动跟踪的功效，可以帮助咱们瞄准很多以前原始的武器够不到的敌人。上面这个是时髦，下面这个是火。这关的 BOSS 是一个古龙。古龙最讨厌的一点是它的骨头散了之后可以砸到咱们。哇，这下我是躲那个小的呀，没想到能躲开这一下，还是被砸到了。掉血没什么关系啊，咬到我了，不能浪了，不能浪了，再浪容易挂了，咱们小心一点。好的，干掉，这样7个。我想起了一个人啊，7个，这里仍然选择 A 路线。其实 A 路线是比较难打的。好在咱们这个道具比较给力。走上路吧，下路的话，咱们出来的时候就很麻烦了，因为头上会有很多的飞机。走上路呢，可以提前把他们清掉。下面好多人啊！掉了3滴血，4滴，我的天！我扔这几个就又掉血了。那在这里可以选择回复一下，把这2个捡了。前方呢就是 BOSS 战。这里最讨厌的就是他吐的这些小恐龙。那每次把 BOSS 击退之后呢，也要清一下，然后马上往回跑。打完他之后呢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
要进到他嘴里面去。最终这个 BOSS 呢是有比较简易的打法的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打法，就是特别安全，但是呢没有效率。咱们直接打这个 BOSS 就可以，有的小伙伴会选择打这个心脏啊，心脏呢我感觉难度比较高。BOSS 的血也非常厚啊，不过没关系，他的威胁不大。每次他蹦出来呢，就蹲在他脚前输出就可以了。这样打个1分多钟吧，就能打完。他已经掉了大概1半的血了吧。还有6滴，4滴血，可以拼一下命了。被虫子咬了一下，没关系了，通关。通关之后呢，会给咱们3条路线选择。选择的话呢，有几种情况，我选择一个最好的吧。如果选错的话呢，最开始被敌人最后拖走的那个货就开始追咱们，或者是对面部落的非常丑的，这个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跑啊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战斗原始人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